从前有一位年轻的航海家，他的梦想是到达名为财务自由的黄金岛。他听信了2位古老的向导，观星者、技术分析派，声称能透过观察过去的星象、股价图来预测风向；测海师、基本面分析派，坚持通过测量每一滴海水的成分、公司财报来找出最快的洋流。年轻的航海家疲于奔命，却总在突如其来的风暴、市场崩盘和无风带、市场盘整中迷失方向。直到他遇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船长麦基尔。老船长指着浩瀚变幻莫测的大海说：孩子，你无法预测风浪，也无法控制洋流，真正的智慧在于打造一艘能抵御任何风浪的船，并设定一个坚定的航向。年轻人终于认清航海图，放弃预测风暴的妄想。老船长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造一艘属于自己的无敌战舰，意思是资产配置。这艘船有2个最重要的部分：风帆、股票资产，提供前进的强大动力，顺风时能让船飞快前行，但狂风来临时也会让船剧烈颠簸，动力强但风险高。压舱石、债券资产，藏在船底的沉重石头，风平浪静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一旦风暴来临，它能稳定船身，避免翻覆。稳定，但成长慢。你的任务，老船长说，就是根据你的航程长短、投资年限和你的运船程度、风险承受度来决定装多少风帆和多少压舱石。年轻人航程长，不怕晕船，积极型，可以装备80%的风帆和20%的压舱石，追求最快的速度。中年人航程中等，稳健型，可能需要60%的风帆和40%的压舱石，平衡速度与安全。即将靠岸的老水手，保守型，则需要40%的风帆和60%的压舱石，安全第一。年轻的航海家问：船长，我该去森林里挑选哪一棵神奇的树来做我的风帆和压舱石呢？老船长哈哈大笑：别再相信什么神奇树木、个股了，最好的方法是使用一种叫指数基金的神奇复合材料。要选择最好的材料，指数型基金。这种材料不是由一棵树，而是由整片森林里所有树木的一小部分压合而成。这样，即使其中几棵树生病倒下，对你的整艘船也毫无影响。你拥有的是整片森林的成长。风帆材料用全市场指数基金制成，它包含了所有能提供动力的树木，所有优质公司。压舱石材料用整体债券指数基金制成，它由最坚固、最稳重的岩石、政府与优质公司债组成。年轻的航海家又问：船造好了，该如何起航？老船长给了他一个自动航海罗盘，方便年轻人启动自动航行，定期定额与在平衡。定期定额，自动扬帆，不要试图等待完美的风向才出发。船长说，你只需要设定这个罗盘，让它在每个月的固定一天，自动购买固定数量的风帆材料和压舱石材料，不断加固你的船。好处是风大时，市场高点，你买到的风帆材料少一点；风小时，市场低点，你买到的风帆材料多一点。长期下来，你的成本自然被平均了。投资组合在平衡，定期校准航向。航行1年后，航海家发现，因为一路顺风，他的船变成了85%的风帆和15%的压舱石，变得太过危险。老船长说，现在执行在平衡，卖掉一部分多出来的风帆，去补足压舱石，让船恢复80-20的完美平衡。这就像一个自动校准系统，强迫你在风帆过多时，高点卖出一点，在压舱石过少时，低点买进一点。这是一个卖高买低的自动纪律。在航程中会遇到许多其他的船只，上面的水手会对他大喊：快转向，前面有海怪，市场崩盘消息，来跟我走这条捷径，热门标股。但这位已经成长为智慧船长的航海家只是微笑住关上了耳朵。
他信任自己的无敌战舰，信任自动罗盘，更信任老船长告诉他的永恒真理。大海长期总是会涨潮的，只要你的船不沉，你就一定会随住潮水抵达目的地。但是它并非总是顺风顺水，当暴风雨来临，船身剧烈摇晃时，当看到其他水手看似找到捷径，飞速超越他时，怀疑的声音也会在心中响起。我这样真的对吗？是不是应该转向跟上他们？为什么我的船好像动得这么慢？这时老船长麦基尔的声音会在他耳边响起，为他注入3份珍贵的能量补给。能量1，信任你的系统，而非你的恐惧。孩子，老船长会说，风暴来临时，考验的不是船长的预言能力，而是他对船只的信任。你已经用资产配置打造了最稳固的船，用指数基金选择了最坚韧的材料，用定期定额设定了最可靠的自动导航。这套系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历史风暴的考验。现在你要做的，不是冲到甲板上试图徒手控制风浪，而是信任你的船，待在船舱里，让系统为你工作。当你感到恐惧时，请重复这句咒语：我无需预测风暴，我只需确保我的船不沉。能量2，时间是你最强大的隐形船员。当你羡慕别人的船飞快时，老船长会指着你的航海日志说，看看这个，那是一个复利的魔法图表。他解释道，你看，航行的前几年，你的船速似乎很慢，但你看后面，每一片浪花都会推动你的船，而被推动的船本身又会吸引更多的浪花。时间就是你船上最强大的隐形船员，他沉默不语，却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日夜不停地为你加速。那些靠头机快速冲出去的船，很多都会因为结构不稳而在风暴中解体，或者因为燃料耗尽、资金耗尽而停滞。而你这艘稳健的船，将在时间的魔法下，在后半程以惊人的速度实现超越。能量3，真正的自由是心灵的平静。最后，老船长会问他一个最深刻的问题：你航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在每个港口向人炫耀你的船速，还是为了平静、安稳、确定地抵达那个叫做财务自由的黄金岛？当你不再需要每天紧盯风向，焦虑不已，当你从预测市场的苦役中解放出来，将精力用于享受生活、陪伴家人、精进本业时，你已经提前获得了投资所能带来的最大回报，内心的安宁。这种平静是任何短期的市场波动都无法夺走的宝藏。当您在实践中感到动摇时，可以这样鼓励自己：当市场大跌时，看住它，告诉自己，这正是考验我船身坚固性的时候。制作你的航海日志，记录你每次定期定额的投入，不要看账面盈亏，而是看你累积的单位数。你会发现，在市场不好时，你正以更便宜的价格买进更多的船体材料，庆祝你的不动。当市场狂热，你身边的人都在高谈阔论赚了多少时，你坚守纪律没有追高，这值得为自己鼓掌。你成功避开了潜在的礁石。记住，最伟大的船长不是经历风暴最少的人，而是无论遇到什么风暴，都能带住他的船和船员，最终平安抵达目的地的人。所以，年轻人不再关心每天的风浪，而是享受航行的过程。数十年后，他的船稳稳地驶入了财务自由的港湾。他成功的唯一秘诀就是打造好船，忽略杂讯，设定航向，坚持下去，最终抵达黄金岛。故事背后的执行清单：心理建设，承认自己无法预测市场、风浪；资产配置，根据年龄与风险，决定股、风帆、债、压舱时比例；选择工具，买入低成本、广泛分散的指数型基金或 ETF， 使用神奇的复合材料；执行投入，开启券商的定期定额功能，启动自动罗盘，维持纪律，每年进行一次再平衡，恢复原始比例，校准航向；长期坚持，忽略市场杂讯，专注于本业现金流，航行20年以上。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漫步华尔街的执行方法像一幅生动的海图，
深深烙印在您的脑海里，指引您未来的每一次投资决策。祝您航程顺利，船长，智慧船长的永恒航程。